今天用最普通的材料解决了山崖瀑布水景池防水的问题，还是防不胜防。前院多功能水景池经过打造基础总算成型，这么大的面积如何才能存住水成了难题。虽然基础是混凝土浇筑出来的，但是靠近山崖都是风化石层，防水不处理好，后期麻烦不断，市面上防水材料也是五花八门，如何在确保质量的同时控制成本成了关键。此听从大家的建议，利用2种不同的防水材料搭配使用。这种丙纶卷材是比较传统的防水材料，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都是经过了市场的长期考验。缺点就是施工比较麻烦，不过优势就在于针对室外环境耐用性不言而喻，防水改造还是缺少经验，切割一张先打个样。这种卷材需要搭配水泥来使用，这次也是特意换了款标号更高的，调配水泥浆的粘稠性对于卷材与基层的粘结强度至关重要，因此在调配之前加入了适量的科技与横货。看似容易做事难，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。这种防水方式工序复杂且不易掌握，再加上水池的形状并不规则，给施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原本我还设想左右一张通铺减少接头，在面对实际的操作的种种困难时显得过于理想化，就铺完第一张就给我上了一课。面对这种不平整的基础，大面积的防水卷材铺设不仅难以确保紧密贴合，还容易产生缝隙，影响防水效果。相反，小块的不仅可以直接浸泡水泥浆，最重要操作时增加了可控性，也更容易掌握到贴合的平整度。虽然增加了接头的数量，但是提升了效率，也保证了质量。水池面积看起来不大，可能是不规则导致接头重叠过多的原因。原本一卷100平的，竟然只铺了一次就没剩多少了。全身都是泥，还得去湖里面泡一会儿。我们的车呢？买电池就买了啊，没想到开了3年多的打主买凳仔，瓜子儿市场还能买13万多。这么多吗？当然了，瓜子是全国卖家拍卖模式，卖家多价更高，抽放的平台就有20多个卖家出价，比我跑1两家线下店买的高多了。最近1年汽车跌价特别快，1年就烧好几万。听我的，就是想要买高价，千万别犹豫，赶紧找瓜子预约免费估价吧。这次改造多少还是对自己有点没信心。第一遍干透后，又以相同的材料和方式再次覆盖，这次势必要一劳永逸，就是低估了水泥的强度。卷材与水泥浆凝固期间，时不时等要喷水进行维护，确保水泥凝固并达到预期的强度，就可以用另一种柔性防水材料了。山崖这些凹凸不平的页岩石层，就是防水改造的难点所在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山崖的表面用水泥调配了接近的颜色进行了加固处理，防水也只能使用这种柔性材料涂抹。之前就有老铁疑惑说，这又不是房屋，又不怕它漏走，没必要做防水。说实话，换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此前这个池子也是做了2遍丙纶防水，还贴了砖，原本以为已经万无一失，哪怕有点小漏，1天几厘米的水位我都能接受。事实就是最多2天水就没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些页岩石层会吸水，哪怕有一点点的缝隙，它都能吸走水。所以这次我也是在防水方面做足了功课，不期盼能够滴水不漏，只要在合理范围我都能接受的。小朋友昨晚听说再刷一次就可以放水测试，应该是想着可以玩水，今早竟然跟着我6点的闹钟醒了，非要起床帮我刷。看来夏天玩水不仅针对大人，对小朋友的诱惑也是如此。刷完这一遍，整个水池就覆盖了2层丙纶卷材和2次聚氨酯材料，希望这一次能通过测试。防水涂料凝固也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我们先布置一根取水的水管，现在水源也是个问题，虽然门口就是湖，但水质并不理想，特别是下雨后，房屋的老井又太浅，水量肯定不够。这次临时排管，先从湖里取水来测试，之后我们再想办法解决水源的问题。干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灌水测试。水泵水流量1小时在8方左右，这个池子可能有80方，硬是从晚上干到了天亮才灌满。现在水池终于有水了，水位距离最高处可能还差10厘米的样子。我们先用笔标记做个记号，方便随时监测水位的变化。兄弟们准备好，现在我们要下水了哈。正在前往深水区。现在我站的地方就是水位最深的地方，差不多有1.5米左右。我们再去山洞里看看。水深也差不多是1.5米，空间还凑合，视线也有。现在就这样存着水先观察2天，如果没有问题，下一步就要解决水源和水质的问题。